你明明拿出国宝级野生血灵芝，国营站长却只肯出20块钱把你打发了。可你不但不哀求，反而反手就打断了他的牙齿。只因前世你就是太老实才落得家破人亡，如今重来一世，你看透了人性的贪婪，此后绝不委屈自己。此时林野脑子里叮的一声脆响，机械音炸开，荒野兽王系统已激活，当前宿主状态健康，新手大礼包已发放，获得新手驯服点数1点。林野愣住，死死咬住后槽牙，重活一回还给了金手指。这辈子谁敢动他妹妹一根头发，谁敢动他妹妹一根头发，他就剁了谁的爪子。哐当一声，院里破铁锅被一脚踢翻，在泥地滚了几圈。林野别他娘的在屋里装死，给老子滚出来！砰的一声，破木门被一脚踹开，门轴断裂，砸起一地灰。村霸手下赖狗子带着个满脸横肉的壮汉跨进屋，赖狗子拎着手腕粗的硬木棍，指着林野鼻子骂：欠龙哥的50块钱到期了，今天要是拿不出钱，里屋躺着那个病秧子就得跟老子走。林野翻身下床，挡在里屋门前，死死盯着赖狗子。50块钱在88年不是小数，干3个月苦力都攒不下，这是给妹妹抓药借的印子钱，利滚利，摆明要逼死人。钱我会还，人你们今天带不走。林野冷冷开口。赖狗子乐了，跟身后壮汉对视大笑：哎呦喂，长脾气了，你拿什么还？拿你这条烂命还啊！他脸上的横肉一抖，举着木棍就往里屋闯。老子今天不仅要带人走，还得先废了你！林野双腿微曲，肌肉紧绷，刚要拼命，头顶茅草房梁传来沙沙声，一条浑身翠绿、尾巴尖发红的毒蛇正顺着房梁往下爬。白唇竹叶青，这玩意在10万大山出了名的毒，咬上一口走不出7步就得躺下。他死死盯着大喊大叫的赖狗子，三角脑袋弓起，准备攻击。系统机械音再次响起，发现高危生物白唇竹叶青，是否消耗1点新手驯服点数进行驯服？驯服！林野心里大喊，一股滚烫热流顺着头顶钻进全身，眼睛一热，血液沸腾。驯服成功，获得共享能力热成像视觉，获得被动技能初级毒抗。林野用力眨眼，眼前世界变了样，赖狗子和壮汉变成了2团红黄相间的人影。赖狗子正扯嗓子骂人，脖子和心口红得发亮，转头看向里屋，隔着木板能看清床上躺着一团发红的人影，是发高烧的妹妹，连墙角耗子洞里的小老鼠都成了个小红点。林野心里有了底。赖狗子见林野站着不动四处看，以为他吓傻了，吐口唾沫上前，装死是吧？老子今天先敲断你的狗腿！他双手握紧木棍高举过头顶。林野冷笑一声，没躲，心里一动，房梁上的竹叶青接到指令，嗖的一下飞射出去。赖狗子脖子一凉，一条滑腻冰冷的东西直接缠上喉咙，他举棍的手僵在半空，低头一看吓破了胆，三角绿色舌头死死对着他鼻子，鲜红舌信子嘶嘶响，差点舔到嘴唇，2颗尖牙闪着寒光。赖狗子妈呀一声，手里木棍掉地，双腿直抖，一股骚臭味顺着裤裆流下，在泥地积了一滩水。后面壮汉吓得贴在墙上，脸煞白，大气不敢喘。这可是白唇竹叶青，碰见都得绕道，现在缠在人脖子上，谁敢动？林野慢慢走过去，说你动一下试试。当着2人的面，他伸手直接捏住竹叶青脑袋。赖狗子瞪大眼，以为蛇受惊要咬人，吓得闭眼等死。壮汉也捂住眼，结果剧毒竹叶青没咬人，反而顺着林野手腕绕一圈，蹭着他大拇指。林野为验证初级毒抗，把手指凑到蛇嘴边，竹叶青轻轻咬一口，毒液注入。林野只觉手指微麻，连个红点都没留，毒液直接被身体吸收。赖狗子看傻了眼，这林野是妖怪吗？毒蛇都听他的，咬了还没事。赖狗子双腿一软跪在地上，哭着喊野哥爷爷我错了，我嘴贱。赖狗子连连磕头，眼泪鼻涕糊一脸。赖狗子说钱的事好商量，您让这祖宗离我远点行不行？我上有老下有小啊。身后壮汉吓得腿直抖，顺着墙根想往外溜。林野盯着跪地的赖狗子说，滚回去告诉赵黑龙，钱我明天连本带利还他，他要是敢再踏进我家半步，这条蛇下次缠的就是他的脖子。赖狗子连声说是，我一定带到，一定带到。赖狗子连滚带爬往外跑，林野一脚把壮汉踹出门外，手臂上盘着那条竹叶青。林野看着他们跑没影，拍了拍手腕上乖乖盘着的竹叶青，推开破木门进屋。屋里一股霉味，12岁的妹妹林小丫躺在破木板床上，盖着破棉袄，瘦的皮包骨，嘴唇全干裂了。听到动静，林小丫睁开眼，声音小得像蚊子叫，喊了一声哥。林野坐床边摸了摸她的额头，说丫头没事了，坏人被哥赶跑了，有点烫。小丫发低烧好几天，家里连买退烧药的几毛钱都没了，米缸更是早已见底，刮不出1粒米来。被窝里传出肚子咕咕叫的声音，林小丫不好意思地缩了缩。林野暗暗咬牙，前世没护好妹妹，这辈子有了驯蛇的本事，绝不能再让她挨饿。赵黑龙明天肯定还来，光靠蛇吓唬不是办法，得赶紧弄钱平债，再弄点好吃的给妹妹补身子。林野说丫头你乖乖睡一觉，哥去后山转转，给你弄好吃的去。林野拎起墙角的破柴刀，大步出门。屋后是10万大山，1988年的原始雨林没被开发过，树木遮天蔽日，地上烂树叶能没过脚脖子。这地方宝贝多，毒蛇野猪也多，连经验丰富的老猎户都不敢往深处走。林野刚进林子没多远，前面就飘起一阵黄绿色的雾气，贴地翻滚堵死去路。这是毒瘴，吸一口就能让人倒地变肥料。要是以前林野肯定转头就走，但现在不一样了，脑子里叮的一声，成功驯服竹叶青，获得蛇类专属技能热成像视觉。林野双眼一阵清凉，再睁眼，世界大变样，树林树干全变成大片蓝黑色冷色调，而前面那团毒瘴因为是从地底下腐烂物冒出来的，带着地热变成了明显的暗红色。林野笑了，有了这双眼，雨林比大马路还好走。他盯着暗红色雾气，一眼找准2团浓气中间那条蓝黑色的安全缝隙。他握紧柴刀大步上前，身子像泥鳅一样左躲右闪，连片衣角都没沾上毒气，轻松穿过毒瘴。前面是背阴山坡，林野关掉技能让眼睛歇了会儿，重新开启热成像扫视周围。左前方大片蓝黑色中竟出现一团微弱黄光，这不是动物的红光，而是特殊暖色。林野心里一动，普通植物是冷色，只有地下长了多年吸足地气的老药材才会发黄光。
他快步过去拨开杂草，地上是一大片心形叶子的枯黄藤蔓。野山药，看藤蔓粗细，底下的货绝对不小。他蹲下挥起柴刀贴根刨土，腐叶土松软，没几下一根果泥的根茎露出来。他顺着往下挖了半米深，完整拔出一根胳膊粗的野山药，外皮长满须子，沉甸甸的。好家伙，这起码长了10几年。林野掂了掂分量，乐了。80年代纯野生老山药是抢手货，一斤能卖好几块。他顺着藤蔓继续挖，不到半钟头就挖出7、8根大大小小的，扯了几根树藤捆成简易背包背上，少说20来斤。明天还赵黑龙的钱稳了，钱有了，还得给妹妹弄点荤腥补身子。林野背着山药往深处走，走出2里地，他突然停步。热城巷里右前方10几米外的灌木丛亮起一团红彤彤的火球，是活物。林野眯眼看清红光轮廓，圆滚滚的，是只肥硕的竹鸡。竹鸡肉嫩炖汤最补，它们羽毛颜色跟枯叶一样，老猎户美狗都找不着。但在热城巷下，这竹鸡就像黑夜里的大灯泡。林野没直接扑，竹鸡机警，听见动静就会飞走。他放下山药，扯根细藤条打个活套结，找根有弹性的细竹子弯下，用短木棍做触发机关，把活套挂上，布置在灌木丛左边的缺口处。只要踩中短木棍，细竹子弹起，活套瞬间收紧。陷阱做好，得把竹鸡赶进去。林野摸了摸手腕上安静缠着的竹叶青，去，绕到右边，把它往左边赶。竹叶青吐吐信子，顺着裤腿滑到地上，悄无声息游向灌木丛。蛇是冷血动物，热成像里没颜色，竹鸡根本不知道死神摸到了屁股后面。竹叶青游到竹鸡背后半米，猛地直起前半截身子，张嘴露毒牙发出嘶嘶声。竹鸡正打盹，回头一看，吓得羽毛全炸了，连滚带爬往左边缺口窜。啪的一声，竹鸡一脚踩中机关，细竹子猛地弹直，带起一阵风声，藤条活套瞬间收紧，死死套住它的右爪。咯咯咯，3斤重的大竹鸡被倒吊在半空，拼命扑腾。林野走过去，一把捏住竹鸡脖子，用力一掐，竹鸡腿一蹬不动了。他用藤条把鸡捆结实掂了掂，说真肥，晚上有鸡汤喝了。背上20斤野山药，提着肥竹鸡往回走。有热城巷开路，他避开树杈上的毒蛇和野猪洞，平安到家。刚推开院门，就听到妹妹虚弱的咳嗽声。林野把山药卸在院子，提鸡进厨房，烧水、拔毛、开糖，手脚麻利收拾干净，又挑了根小山药切块，生火架锅，鸡肉山药倒进铁锅，加水盖盖。没多久，铁锅咕嘟冒热气，肉香混着山药香飘进屋。床上的林小丫闻到味，肚子叫得更大声了。肉炖烂了，林野盛了满满一大碗端到床前。林野说：“丫头，起来喝汤了。”林小丫挣扎坐起，看着金黄的鸡汤，白花花的肉，咽了口大唾沫，眼圈红了。林小丫问哥：“这鸡哪来的？咱家不是没钱了吗？”林野说：“山里抓的，你哥我现在本事大着呢。”他吹了吹汤，舀起鸡肉喂到他嘴边，说：“快吃，吃饱病才能好。明天哥去镇上卖山药，把赵黑龙的债还清，以后咱们天天吃肉。”林小丫大口喝汤，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。好几个月没吃饱了，他已经好几个月没吃过这么香的肉了。一大碗热汤下肚，他脸上有了血色，额头出了一层细汗，精神多了。看着妹妹吃饱睡着，嘴角还带着笑，林野端着空碗走到屋外。夜风吹过，10万大山传来野兽嚎叫。林野坐在堂屋木墩上，捏着生锈的柴刀没睡。昨天打跑了赵黑龙手下的催债鬼，这事肯定没完。赵黑龙在镇上横行霸道好几年，手下有打手还有土冲，光靠拳头林野不怕，但身后有病弱的妹妹，不能硬拼，得搞点硬家伙防身。他起身去后院，挑了2根晒了2年、干透硬邦邦的老毛竹拿进屋，柴刀在磨刀石上蹭掉铁锈，一刀劈下去，毛竹裂开。林野顺着纹理把竹子劈成2指宽的竹条，生盆炭火，竹条架在火上烤，烤出油之后，趁热把竹条2头往中间压，掰成弧形。这招火烤定型能把竹子的韧劲逼到最大。上一世他玩转野外生存和冷兵器，这点手艺早就刻在骨子里，光做弓背不行，普通竹弓力气小，射不穿厚棉衣。林野找来硬木疙瘩，削出2个带凹槽的小圆木轮，在竹弓2头钻眼，用铁丝把木轮固定上，做成简易滑轮组。有了这玩意儿，拉弓省一半力，弹回去的劲儿却能翻倍，射速极快。弓弦用编背篓的牛筋绳搓成双股，绕过滑轮绷紧，接着做连发击扩，找块厚木板中间掏空做成箭匣，底部装上薄竹片当弹簧。这箭匣一次能压进5根箭，射完1根竹片就顶上下1根，推下推杆就能连射。削了20几根筷子粗的竹箭，箭头放火里烤得焦黑发硬，扎进肉里就是血窟窿。天快亮时，一把半米多长的竹帘弩做好了。林野端着弩湿拉滑轮拉杆，弓弦嘎巴绷紧，透着骨箭写得很近。天刚亮，里屋传来咳嗽声，小丫揉着眼睛走出来，看着满地木屑和怪东西愣住了，问我一宿没睡啊？我说没事，随便做个小玩意儿防身。用破布盖住竹弩，端起昨晚剩下的鸡汤，让小丫去床上躺着，哥给她热汤喝。小丫乖巧地点了点头，转身往床边走去。外头村口的狗疯了一样狂吠，紧接着一阵杂乱脚步声逼近，少说有20来号人。外面有人喊林野：“你个小瘪犊子，给老子滚出来！”那破锣嗓子震得窗户纸簌簌直响。林野眼神一冷，把碗重重磕在灶台上，走到窗户边顺风往外看，窗外黑压压的围了一圈人，气氛剑拔弩张。领头的是村霸赵黑龙，光头胖子敞着黑皮夹克，露出刀疤，满脸横肉，手里拎着把双管土铳。他身后跟着20来个混混，扛着锄头把、砍刀和铁管子，满脸凶相。昨天被打断胳膊的瘦高个吊着膀子，指着竹篓咬牙切齿的骂。远处几个早起村民吓白了脸。隔壁王大爷刚叹气说：“造孽啊，赵黑龙要下死手。”王大妈一把将他拽进屋，砰的关死大门，插上门栓，整个村子吓得没声了，只剩这帮人叫骂。赵黑龙上前一步，举起土铳对准木门，喊林野少在里面装死，欠债还钱，你爹借我300，利滚利正好1000，昨天还打伤我兄弟，今天一块算。瘦高个恶狠狠道：“黑哥，废什么话？他拿不出钱，直接绑他妹卖
带进山里当媳妇抵债。混混们起哄说对，砸门，拉他妹出来。混混们逼近，抬脚猛踹半人高的竹篱笆，稀里哗啦一阵响，篱笆被踹倒一大片。混混们踩着碎竹子闯进院，屋里林小丫吓得直抖，死死抓着林野衣角掉眼泪，说哥，他们要抓我，我害怕。林野蹲下捧着妹妹的脸，眼神极稳，说丫头，看着哥，有哥在。林野语气坚定地告诉妹妹，谁也别想动他一根头发。他起身走到桌前，扯掉破布，抓起焦黑竹剑，咔咔咔几下，5根剑全压进木剑匣，弹簧竹片发出摩擦声。外面脚步逼近，砰！一只大脚重踹木门，门栓跟着晃荡。外面有人喊小兔崽子开门，再不开老子拆了这破房子！砰砰砸门声越来越大，震得竹楼直掉灰。林野单手拎着竹弩大步走到门后，他没拔门栓，借着木门挡视线，深吸一口气，闭上眼，脑子里系统提示文字闪过，蛇类能力激活。再睁眼，林野的黑眼珠变了，瞳孔缩成一条细长竖线，透着冷血动物的狠劲。眼前世界褪色变成暗蓝，蛇类热成像视觉开启，隔着门板，外面人的位置动作全变成散发红光的人影。正对门口贴最近的2个红影正抡膀子砸门，心脏热量最亮，往后退2步，站着一团最亮最胖的人影，手里端着长条形冷色块，那是金属枪管的温度。不用猜，那团最亮最胖的人影正是端着土铳的赵黑龙。左边窗户底下蹲着3个红影，右边墙角绕过去2个，这帮人还知道包抄。林野冷笑，在热成像面前，他们跟光着身子站雪地里没区别。他抬起右臂平端竹弩，手指搭上扳机，弓弦绷紧，砸门声停了。赵黑龙不耐烦地吼道：“他娘的门挺结实，都让开，老子一枪轰开他！”热成像里，那胖红影上前一步，举起了长条冷色块，就是现在！林野左手猛抽门栓，木门大开。赵黑龙正端着那把土铳，手指头刚搭上扳机，冷不丁被这动静吓了一跳。他那张满是横肉的脸猛地一抖，刚想破口大骂，可话还没到嗓子眼，就硬生生卡住了，因为他看到了一把造型古怪的竹弩。林野站在门槛里，眼神冷得像冬天的冰窟窿，他连一句废话都没有，甚至连眼皮都没眨一下，手指直接扣动了木质扳机，嘣一声极其沉闷的弓弦爆响在院子里炸开。滑轮组绷紧的弓弦猛地回弹，把那股子恐怖的物理力道全压在了一根削尖的硬竹剑上，竹剑快得根本看不清影子，带着撕裂空气的尖啸，直奔赵黑龙而去。赵黑龙下意识想扣扳机，但在林野的热成像视觉里，他的动作简直就像是慢动作回放。咔嚓一声爆裂的脆响，木头残渣瞬间炸开，竹剑狠狠扎进了土铳的木头枪托里，巨大的动能直接把包着铁皮的硬木枪托炸成了几块碎木头，锋利的木刺四下乱飞。赵黑龙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惨叫，他端枪的双手被震得虎口开裂，鲜血顺着手背往下淌，那把沉甸甸的土铳彻底报废，脱了手吧嗒一声掉在泥地里。赵黑龙捂着流血的手往后退了好几步，疼得五官都挤在了一起。他死死盯着地上的断枪，脑子里嗡嗡作响，后背瞬间冒出一层白毛汗。这可是实打实的硬木枪托，就这么被一根破竹子射得稀巴烂，这要是射在人脑袋上，还不直接像西瓜一样爆开。旁边2个砸门的狗腿子这才反应过来，喊道：“老大！”看着赵黑龙流血的双手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赵黑龙急得跳脚的吼叫着：“干什么吃的都愣着干嘛？给我弄死他，往死里弄！”他在村里欺负人这么多年，走到哪不是被人供着？什么时候吃过这种大亏？今天要是摆不平这个穷小子，他赵黑龙以后还怎么在10里8乡混下去？听到老大发话，院子里的打手们全都红了眼。左边窗户底下蹲着的3个，右边墙角绕过来的2个，加上门口这俩，一共7个人。他们手里拎着砍刀、铁棍、锄头把，一个个满脸凶相，嗷嗷叫着朝林野扑了过来。7个壮汉成半包围的架势，把林野死死堵在堂屋门口。换做以前的林野，这会儿估计早就被乱棍打趴下，连骨头都要被打断几根。但在林野开启的蛇类热成像视觉里，这7个人扑过来的动作清晰的没有任何秘密，每个人身上散发的热量清清楚楚的暴露了他们发力的方向、肌肉的紧绷程度，甚至下一步要迈哪只脚。最先冲上来的是个染着黄毛的混混，手里举着一把生锈的开山砍刀，照着林野的脑门就劈了下来。刀锋呼啸，这要是砍实了，脑袋非得开瓢不可。林野连躲都没躲，反手把竹弩往门后一扔。就在砍刀快要碰到他头发丝的瞬间，林野动了，他腰部猛地往后一折，这根本不是正常人能做出来的动作。他的脊椎就像是没有骨头一样，整个人上半身几乎贴到了大腿上，软得像是一条盘在树枝上的毒蛇。黄毛一刀劈空，用力过猛，整个人失去平衡往前一个踉跄。林野顺势直起身子，右手像闪电一样探出，一把攥住了黄毛拿刀的手腕。没等黄毛反应过来，林野的手指猛地发力，大拇指死死按住他的关节缝隙，手腕往反方向狠狠一拧，咔吧一声让人牙酸的骨头错位声响起。黄毛发出一声惨叫，手里的砍刀当啷掉在地上，他的整条右胳膊像面条一样软绵绵的垂了下去，肩膀上的关节已经完全脱臼了。林野看都没看他一眼，抬起一脚踹在黄毛肚子上，黄毛像个破麻袋一样飞出去2-3米远，重重砸在院子的泥地上，捂着胳膊疼得满地打滚，连气都喘不上来。剩下的6个人这时候也冲到了跟前，一个黑脸汉子抡起大铁棍，带着呼呼的风声，照着林野的后背狠狠砸过来。林野后背像长了眼睛一样，身体诡异的一扭，铁棍擦着他的衣服边砸了个空。他借着扭腰的力道，左手一把扣住黑脸汉子的胳膊肘，右手托住他的肩膀，2只手反向一错，咔吧又是一声脆响，黑脸汉子的胳膊直接被卸了下来，铁棍砸在自己脚背上，疼得他嗷嗷直叫。紧接着林野就像是一条致命的毒蛇，他不挥拳不踢腿，绝对不和这些打手硬碰硬拼力气，专挑人体最脆弱的关节下手，手腕、胳膊肘、肩膀、膝盖，只要被他沾上，不管你力气多大，手里拿着什么家伙，下一秒绝对是关节错位。他的动作太快了，快到这些打手根本看不清他是怎么出手的，只觉得眼前一花，身上某个关节就传来了钻心的剧痛。院子里响起了一连串爆豆子一样的骨头错位声和惨叫。第3个打手被林野一脚踹在膝盖侧面，膝关节当场脱臼，整个人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疼得眼泪鼻涕直流。第4个打手想从后面抱住林野，林野身子一矮，反手抓住他的大拇指往
往外一掰，接着一个利落的过肩摔，在半空中顺手卸了他的胯骨。不到2分钟，战斗彻底结束了。7个刚才还叫嚣着要弄死林野的打手，现在东倒西歪的躺在院子里，有的捂着胳膊，有的抱着腿，一个个疼得脸色惨白，满头大汗。除了惨叫和哼哼，他们连站都站不起来了。全员脱臼，这根本不是打架，这是单方面的物理碾压。院子里突然安静的可怕，只剩下地上那些人的哀嚎声。躲在篱笆墙外头看热闹的村民们全都傻眼了，他们一个个捂着嘴，大气都不敢喘。谁能想到，平时老实巴交的林野，今天竟然像变了个人一样，一个人把赵黑龙手底下最能打的7个混混全给废了。赵黑龙站在原地，2只腿抖得像筛糠一样，他看着满地打滚的手下，再看看一步步朝自己走过来的林野，喉咙里咕噜咽了一口唾沫，冷汗顺着胖脸直往下流。赵黑龙声音都变调了，一边往后退，一边扯着嗓子喊：“让我别过去，还说我打伤他这么多兄弟，他要报警抓我。”林野走到他跟前，停下脚步，冷冷地看着他，那眼神就像一条盯着猎物的毒蛇。赵黑龙被这眼神看得头皮发麻，双腿一软，差点没跪下，但他还要面子，硬撑着咬牙说：“我欠他家的钱，白纸黑字写着，今天就算我打死他，欠债还钱也是理所应当。”林野声音不大，但透着一股子寒气，问：“欠条在哪？”赵黑龙愣了一下，以为林野怕了，赶紧用那只没受伤的左手拍了拍胸口的口袋，说：“就在他兜里装。”话还没说完就哎呦一声。他话还没说完，林野突然伸手一把薅住他的衣领，硬生生把他200多斤的身体往前一拽。赵黑龙脚下不稳，直接扑倒在林野脚边。林野毫不客气，一只脚踩在赵黑龙的后背上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接着，林野伸手从赵黑龙胸口的口袋里摸出了一张叠得四四方方的白纸。林野打开白纸一看，正是那张欠条。林野冷笑一声，拿着欠条在赵黑龙眼前晃了晃，说：“借款50块，1个月后连本带利还500块。”赵黑龙这算盘打得挺响，外面放高利贷的都没他这么黑的。赵黑龙被踩在地上，脸贴着泥巴，还在嘴硬，说：“那是我爹当年自己按的手印，我赖不掉。”林野语气平静，说：“没想赖。”赵黑龙心里一喜，刚想说话，就见林野双手捏住欠条，撕拉一声，直接撕成了2半，接着又是撕拉几声，那张按着红手印的欠条被林野撕成了指甲盖大小的碎纸片。赵黑龙急眼了，挣扎着想要爬起来，问我干什么？敢撕他的欠条？林野脚下猛地一用力，砰的一声，赵黑龙的脸再次重重砸进泥地里，吃了一嘴的土。林野手一扬，白色的碎纸片落了赵黑龙一脸。林野低头看着他，说：“规矩，今天给他立下了50块钱本金，当年我爹已经用2筐山货抵给他了，从今天起我们家不欠他1分钱。”赵黑龙还想骂街，骂了声你放屁。林野眼神一冷，脚尖顺着赵黑龙的脊椎骨往上一滑，直接踩在他的后脖梗上。只要林野脚下稍微一用力，赵黑龙的脖子就会像那些打手的胳膊一样瞬间折断。感受到脖子上传来的致命威胁，赵黑龙的骂声全停了，一股尿骚味从他裤裆里散发出来。这个在村里欺负人10几年的恶霸，竟然直接被吓尿了。林野脚下微微施压，问了声听懂了吗？赵黑龙扯着嗓子嚎叫起来，说：“听懂了，听懂了，不欠了，1分都不欠了。”眼泪都吓出来了，喊：“爷爷，林爷爷，你松脚，我再也不敢了。”林野抬起脚，说了声：“带上你的狗滚。”赵黑龙像捡了条命一样，连滚带爬的从地上爬起来，他连那把被射碎的土冲都不要了，冲着地上那几个还在哀嚎的手下吼道：“都别嚎了，赶紧走走啊！”那7个打手互相搀扶着，有的用一只手托着脱臼的胳膊，有的单腿蹦跶着，一群人连滚带爬的逃出了林野家的院子。院子里重新恢复了安静。篱笆墙外头，那些看热闹的村民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，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。他们看看狼狈逃跑的赵黑龙一伙人，再看看站在院子中央的林野，眼神里全是满脸的不敢相信。那可是赵黑龙啊，村里没人敢惹的恶霸，就这么被林野一个人赤手空拳给收拾了，而且收拾的那么惨，连欠条都给撕了，以后还不敢来找麻烦了。这林家小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狠了？迎着村民们的目光，林野没有说话。他知道在这个地方讲道理是没用的，拳头大才是硬道理。今天这一出就是要立威，只有把这帮恶霸打怕了，他们才不敢再来欺负自己和妹妹。林野低下头，看到脚边吊着一把刚才那个黄毛落下的砍刀，刀刃上还带着缺口。林野面无表情地抬起右脚，对准那把砍刀的刀面狠狠踩了下去。咔嚓一声清脆的金属断裂声响起，那把厚实的金刚砍刀竟然被林野这一脚硬生生从中间踩成了2截，断裂的刀尖崩飞出去，深深扎进了旁边的泥地里，嗡嗡作响。看到这一幕，篱笆墙外倒吸了一口凉气，所有人的头皮都麻了，一脚把金刚砍刀踩断，这还是人的力气吗？等看热闹的人散了个干净，林野推开破木门进屋，一股子苦草药味直冲鼻子。妹妹林小月躺在里屋木板床上，盖着打补丁的薄被，小脸烧得通红，嘴唇干裂起皮，嗓子里呼噜呼噜喘着粗气。林野伸手一摸她脑门，烫手。赤脚医生老李头来看过，说这病伤了肺，村里的草药没用，得去县城大医院买进口特效药，不然人保不住。可那要一个疗程得大几百块，在1988年，几百块钱对连棒子面都吃不饱的农村家庭来说就是天价。换做以前的林野，只能蹲在门槛上干着急，但现在不一样了。林野给妹妹盖严实被角，转身去墙角破木箱里翻出老爹生前用的开山刀，在磨刀石上蹭出白光。他往帆布包里塞进半壶凉水、2个硬窝头和一捆麻绳。钱的是他有路子。10万大山深处长着一种金边灵芝，镇上药材站挂了牌，品相好的一株能卖上1000块，找到一株，妹妹的救命钱就有了。可那地方是活人禁区，老猎人都不敢进，毒蛇野兽遍地，还有吃人的烂泥潭和毒气，进去10个9个死。林野把开山刀别在后腰，紧了紧绑腿进山。树林子密得漏不下光，空气里全是烂树叶的腥臭味，又闷又热。刚走2里地，他后背的衣服就湿透贴在身上。他没走猎人常走的小
找到，一头扎进野林子抄近路，直奔核心区的鬼窟谷。那地方常年不见太阳，最爱长金边灵芝。林野拨开1人高的芭蕉叶，踩着烂泥深一脚浅一脚往前走，脑子里一想，系统给的蛇类热成像开启，眼前绿油油的树林全变成灰色背景，一团团红蓝光斑冒了出来。左边5米草丛里有团小红光，是只田鼠，头顶右边树杈盘着条细长红线。林野抬头一看，一条翠绿的竹叶青正躲在树叶里吐信子，没这热成像，肉眼根本找不着。绕开毒蛇继续走，有了这能力就等于开了雷达，避开野兽还能省体力，越往深处越安静，连鸟叫都没了，光剩脚踩枯树枝的咔吧声。几只吸血蚂蟥掉他脖子上，他头都不回，伸手捏住蚂蟥尾巴硬扯下来，连皮带肉随手碾碎扔地上。走了大半天，前头地势往下一沉，一个大峡谷挡在眼前，两边全是长满青苔的陡峭绝壁，谷底飘着一层散不开的白雾，这就是鬼窟谷。林野找了根粗藤蔓拴腰上，另一头绑树上，顺着崖壁往下溜，石头滑得像抹了油，踩空就是死。下到谷底雾气更重，10步外看不清人，他攥紧开山刀，放慢脚步，瞪大眼睛在石头缝和烂木头底下找金边灵芝。往前摸了200米，前头林子里传出一声低吼，呜呼，声音不大但刺耳，不像狼也不像野猪，倒像钝锯子锯木头，透着股凶狠劲。林野立马刹住脚，往旁边大树后头一闪，蹲下身子，他立马把热成像开到最大，穿透浓雾。30米外的大石头后头冒出一大团红得发亮的热源，长长的一条，正在原地剧烈翻滚挣扎，还不停发出暴躁的低吼。林野咽了口唾沫，握紧开山刀，贴着树干往前摸，绕过大石头一看，空地上趴着一只体型惊人的大猫，身长超过1米，尾巴跟身子一样长，灰黄皮毛上全是云朵似的大黑斑，四肢粗壮，肌肉紧绷。这是一只成年野生云豹，10万大山里的顶级猛兽。但这只猛兽现在惨得很，它的右前腿被一个几十斤重的生锈铁齿捕兽夹死死咬住，铁齿嵌进皮肉里，血顺着往下滴，染红了一大片烂泥。云豹疼疯了，拼命用嘴去咬铁夹子，牙齿磕铁发出刺耳的嘎吱声，越挣扎咬得越深，连白骨头都露出来了。听到脚步声，云豹猛地转头，瞳孔缩成一条缝，死死盯着林野。呼噜，他弓起后背，炸开毛，露出2排尖牙，喉咙里发出警告的吼声。就算拖着几十斤的兽夹，他后腿肌肉照样绷紧，摆出随时扑上来撕人的架势。林野站着没动，他心里门清，这野兽逼急了，战斗力吓人，就算废了一条腿，几秒钟咬断人脖子也跟完似的。硬拼的话，自己拿着开山刀也得脱层皮，但他没打算下死手。看着云豹充血的眼睛，他脑子转得飞快。系统能驯服毒蛇，那对这大猫管不管用？要是能把这猛兽收了，在这老林子里就等于多了个无敌保镖，找灵芝和对付危险就容易多了。云豹前爪在地上抠出深沟，身子往下压，马上就要扑过来。林野深吸一口气，慢慢把开山刀插回后腰，他举起双手，试着用系统去安抚这只发狂的云豹。云豹刚要扑，动作猛地一僵，低吼声也小了，树丛里的杀气散去几分，眼神有点发懵。可没过3秒，他后腿一扯，兽夹倒刺狠狠刮过骨头，剧痛让云豹猛打哆嗦，眼里凶光又炸开了。他前爪死死抠进泥里，身子压低，随时准备拼命。林野停下脚，眯眼瞅那夹子，老猎人的双黄大铁夹，起码30斤重，生锈的铁齿深陷进云豹右后腿，血顺着铁齿吧嗒吧嗒往下滴。这玩意弹力太大，徒手掰不开，硬拉的话，云豹非得疼疯，一口就能咬断他脖子，得让他感觉不到疼才行。林野死死盯着云豹，慢慢退到5、6米外，转身在灌木丛里翻找。大山里偏门草药多，没一会儿他就瞅见几株紫叶藤蔓。老猎人叫它麻骨藤，毒性不大但麻醉极强，捣碎能麻翻一头野猪。林野扯下2把麻骨藤，垫在石头上，用开山刀背一顿猛砸，绿汁冒出，苦味刺鼻。他又砍了截小臂粗的硬木棍削尖一头，把药渣汁水厚厚糊上去，拿着这根麻药木棍，他再次走向云豹。云豹看人又来，急得直挠地，张开大嘴露出2排尖牙，喉咙里呼噜呼噜直响，作势要咬。林野没慌，系统安抚信号全开，一步步往前逼。就在云豹忍不住前扑的瞬间，林野看准机会，木棍猛地往前一递，直接塞他嘴里，咬着。林野低喝了一声，云豹下意识死咬木棍，尖牙嵌进木头，麻骨藤汁水顺着喉咙流下。趁他咬着，林野蹲下身，把剩下药渣全糊在兽夹伤口上。云豹疼得浑身抽抽，前爪乱挥挠向林野的脸，林野一偏头躲过，双手死死按住他的身子，系统威压直接盖上去。云豹身子一僵，被死死按在地上动不了。过了2、3分钟，麻药进上来，云豹挣扎越来越小，眼神发直，呼吸变沉，吼声成了滴滴呜咽，痛感压住了，得赶紧动手。林野起身搬来块西瓜大的石头垫在兽夹底下，接着找了根手腕粗的结实树枝，一头顺着铁环缝隙插进去，树枝稳稳顶在石头上，正好形成杠杆。林野双手握住树枝另一头，深吸一口气，全身重量猛压上去，嘎吱，生锈弹簧发出刺耳摩擦声。夹子太紧，林野咬着牙，脸憋得通红。林野手臂青筋直冒，肌肉紧绷如铁。林野大吼一声给我开，再次发力，粗树枝被压得弯成大弧度，眼看要断，铁齿终于一点点张开。云豹疼得直哆嗦，嘴里木棍都快咬断了。夹子缝隙刚够一条腿进出，林野左手一把抓住云豹后腿，猛地抽出，哐当一声，树枝断裂，2排铁齿重重砸一起，火星子直崩。腿刚抽出，云豹因为剧痛和惊吓瞬间清醒，哪怕右腿不敢沾地，他照样靠腰腹力量翻身跃起，张大嘴带起一股腥风，直奔林野脖子扑来。距离太近，根本没法躲。林野干脆不躲，死死盯着那双树瞳。系统威压和驯服指令像大锤一样狠狠砸过去，半空中的云豹像被雷劈了，动作硬生生停住。他重重摔在地上，打个滚爬起来，甩甩脑袋，眼里野性和杀气全没了。他一瘸一拐走到林野跟前，低下头，像只大猫一样拿脑袋蹭林野的裤腿，脑子里叮的一响，
成功驯服顶级掠食者云豹，忠诚度100%，获得能力反馈极限敏捷，动态平衡。提示音刚落，林野感觉一股热流从脊椎骨窜上来，走遍全身，骨头关节噼里啪啦直响，肌肉发热发烫。他扭扭脖子，感觉身子轻飘飘的，周围风吹草动的轨迹在眼里都变慢了。这就是极限敏捷。林野转头看向旁边一块3米多高、长满青苔的巨石，放以前想上去得费老鼻子劲。他后退2步，深吸一口气，腿部猛发力，嗖的一下，整个人像装了弹簧窜出去，脚尖在石壁上轻点，借力一跃，直接翻上巨石顶端，落地连个踉跄都没有，稳得像定在石头上。这就是动态平衡，多复杂的地形都能瞬间找到最稳重心，绝不摔跤。林野站在石头上咧嘴笑了，有这身手，10万大山哪里去不得？他跳下石头，稳稳落地，撕下衣服下摆布条，给云豹伤口包扎紧实。云豹很乖没躲，还伸舌头舔了舔林野手背。一人一豹直接向灵芝所在区域进发，越往深走树越密，地上全是烂树叶，踩着软绵绵的，闷热的像蒸笼，蚊虫嗡嗡乱飞。云豹带路，受了伤动作照样轻巧，干树叶都没踩响。林野攥着砍刀跟在后头，死盯周围。走没多久，前面树林空了，眼前亮堂起来，挡路的是面30多米高的直上直下大石壁，石缝渗水，长满滑溜溜的绿青苔。云豹停下，冲石壁高处轻叫。林野抬头一看，石壁快到顶的地方斜长着一棵死老松树，树根石缝里长着个脸盆大的玩意儿，通体暗红，边缘一圈亮眼暗金，正是金边灵芝。林野眼睛亮了，这在88年可是稀罕物，城里工人1个月才挣40来块，这灵芝卖给懂行的，少说能换好几千块。妹妹的医药费和营养费，甚至去县城买砖瓦房的钱，全有着落了。东西是好，想拿到手却不容易。石壁太陡，没落脚的地方，普通人往上爬，脚一滑摔下来准成烂泥。但林野现在不是普通人，他扭头指着旁边灌木丛，压低声音让云豹进去躲着，别乱跑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准备攀上去把东西弄下来。云豹甩甩尾巴，钻进草丛趴下。林野走到石壁底，活动手腕脚踝，死盯上面那棵老松树，脑子里快速找好往上爬的路线。他双腿猛弯，大腿绷紧，发力，整个人直接拔地而起，借着极限敏捷的爆发力窜上2米多高，双手前探，食指像铁钩死死抠住石壁裂缝。换做以前，身子悬空肯定往下坠，胳膊非脱臼不可。现在动态平衡发挥作用，他感觉腰背肌肉自动调整角度，把重量全分散到双手和贴紧石壁的脚尖上，稳得出奇，晃都没晃。他咧嘴一笑，手脚并用，顺着石壁蹭蹭往上爬，左手抠凸起石头，右脚踩干树根，每次发力都准到极点，身体重心总能在最危险时找到最稳支撑点。爬到10几米高，脚下踩的石头松了，咔啦一声碎石掉下悬崖。林野右脚踩空，身子猛往下沉，换一般人早下掉下去了，可他身体反应比脑子快，踩空那一秒，左腿猛蹬石壁，借力在半空硬转了个角度，右手往上一捞，一把抓住上面的粗藤蔓，动作顺畅的很，1秒都没耽误。林野吐出一口气，说真够险的，继续往上爬，越往上风越大，衣服哗啦啦响，但他贴着石壁稳得很。没多久爬到死松树旁，翻身骑在粗树干上，2腿夹紧树身，他腾出双手来小心采摘那朵金边灵芝，凑近看灵芝长得更喜人，表面油亮，一股土星药香味。他拔出砍刀，放轻手脚，一点点把灵芝根部的泥土碎石剔开。这玩意金贵，弄破边角价格就得打折。花了10几分钟，他把整朵金边灵芝完整挖出来。他脱下外衣，把灵芝小心包好，在胸前打死结绑牢。东西到手，刚准备转身找落脚点下去，底下传来一声脆响，咔嚓，像枯树枝被人踩断。林野动作一停，趴在松树干上一动不动，透过松针缝隙眯眼往谷底看，只见不远处半人高草丛被人粗暴拨开，3个人影一前一后从林子里钻出来。林野眼神变冷，这仨绝对不是村里猎户。村里人进山穿破布衫千层底，拿打铁砂的土铳，底下这仨清一色军绿帆布外套，脚蹬高帮解放胶鞋，裤腿扎得紧，一看就是钻林子的老手。最要命的是他们手里的家伙，后面俩人端着长管双管猎枪，枪管乌黑发亮，这种枪装大号铅弹，一枪能把野猪脑袋轰碎。最前面是个光头，个子不高但壮实，脖子有条蜈蚣刀疤延伸到衣领。他没拿枪，拎着把半米长的开山大砍刀，刀刃还沾着湿泥巴。这是帮职业盗猎的。80年代10万大山山高皇帝远，这帮人为了值钱皮毛什么狠事都干。碰上进山村民，为了灭口直接一枪崩了扔山沟，尸骨都找不到。林野憋住气紧贴树干，离地30多米，要是被发现，挂半空连躲子弹的地方都没。底下3人在石壁前停下，一个尖嘴猴腮的瘦子蹲地上说血迹到这儿就断了，用手指抹了把落叶，凑鼻子底下闻。光头走上前低头看，声音沙哑说那畜生中了老子一枪，跑不远，血还是热的，肯定就在附近。另一个胖子端猎枪警惕扫着灌木丛，骂骂咧咧说这云豹皮是好货，城里大老板出大价钱，要是让他跑了，咱这半个月山算白钻了。光头冷哼一声说闭嘴，仔细找，拎砍刀在周围草丛拨弄。林野在树上听得清楚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原来是追云豹来的。云豹身上的枪伤就是这帮人打的。云豹正躲在离光头不到5米的灌木丛里，闻到仇人气味，喉咙发出微弱呼噜声，浑身肌肉紧绷，身子压极低，做好随时扑出去拼命的准备。林野额头冒冷汗，云豹虽然猛，但受了伤，对面又是枪，一露头绝对被打成马蜂窝，必须想办法引开这帮人。林野眼神扫过四周，盯上离松树2米远的一根粗骨藤，藤蔓从山顶垂到谷底，比胳膊还粗，只要跳过去抓住，就能直接荡下去，打他们个没防备。正盘算距离发力点，底下光头停下脚步，他没往灌木丛走，转身直勾勾盯石壁底部，那里有块被林野起跳蹬掉的青苔，露出新鲜视岩时。光头眯起眼，
脸上横肉直抽。他太有经验了，野兽爪子留的痕迹和人穿鞋踩的完全两码事。这石壁刚有人爬上去过，光头没出声也没提醒同伙，只是握紧砍刀，顺着石壁被破坏的青苔泥土，一点点抬头，视线顺着陡峭岩壁往上攀，10米、20米，最后目光死死锁定半空死松树上。光头发现了岩壁上的林野，冷笑举起猎枪，林野半秒没犹豫，双腿猛地在松树干上一蹬，枪声响彻山谷，大片铁沙子呈扇形喷出，直接把林野刚蹲过的枯木打成筛子，木屑松针乱飞。但林野早不在那了，开枪前一瞬，他整个人像猎豹一样，直接扑向2米外的粗壮骨藤。刚驯服云豹得到的极限敏捷彻底爆发，林野只觉身子出奇轻盈，半空中腰部狠狠一扭，双手精准死死抓住满是倒刺的藤蔓，粗糙树皮当场磨破掌心，他根本顾不上疼，借着下坠的重量，他把骨藤当秋千，在空中划出一道大弧线，直奔底下的光头荡过去。光头一枪打空，正低头手忙脚乱往枪膛塞第2发子弹，听见头顶风声，他下意识抬头，迎接他的是林野那双沾满泥土的硬底解放鞋。砰的一声，这一脚结结实实揣在光头脸上，借着10几米高空荡下来的惯性，力道大的吓人。光头连哼都没哼一声，鼻梁骨直接踹断，整个人像破麻袋一样飞出去，重重撞在岩石上，两眼一翻彻底晕死，手里的猎枪也甩飞老远，掉进草丛。剩下那俩同伙正四处张望，听到动静转头，刚好看到自家老大被从天而降的林野一脚踹飞，两人吓得脸发白。瘦子尖叫一声鬼啊，扔了砍刀转头就往林子里钻。胖子反应慢半拍，见同伙跑了，也跟着连滚带爬往外跑，连掉地上的手电筒都不敢捡。林野稳稳落地，双腿微弯卸掉冲击力，动作轻巧的完全不像100多斤的大活人。他没去追那俩喽啰，山里地形复杂，追这俩吓破胆的纯属浪费体力。林野大步走到光头跟前，一脚踢开地上的猎枪，光头满脸是血，躺地上一动不动。林野扯下光头腰上的皮带，又抽出他的鞋带，把光头双手反剪在背后，死死捆在大树上，捆完不放心，又找根粗树枝塞进光头嘴里，用布条勒紧。这帮盗猎的都是亡命徒，等他醒了乱喊乱叫是个麻烦，绑在这儿，等下了山直接去镇上报案，让警察来收拾。解决完威胁，林野抬头看石壁，母云豹趴在石缝里，正警惕地看着他。林野没打扰他，转身走到石壁下方，手脚并用，像壁虎一样快速往上爬，有极限敏捷加持，这陡峭岩壁对他来说跟走平地一样轻松。不到2分钟，他就爬到那株血灵芝旁边，近距离看，这东西通体暗红，伞盖上一圈圈细密纹路，散发着浓郁药香。林野从贴身口袋掏出破布包，用小刀沿根部轻轻一划，把整株血灵芝完整采下。他把灵芝包好，贴身揣进怀里，顺原路快速下山。妹妹林小丫还在家发高烧，这是救命本钱，1秒都耽误不得。2小时后，林野走出10万大山，到了镇上。80年代末的镇子，街两边全是低矮砖瓦房，土路到处是坑，几辆拖拉机突突开过，扬起一阵黄土。路边电线杆贴着褪色标语，穿绿军装蓝工装的人骑着28大杠来来往往。林野没心情看风景，凭记忆直奔镇东头的国营土特产收购站。这是镇上唯一有实力收名贵药材的地方。收购站里一股浓浓中药味，柜台后，一个梳大背头、穿白衬衫的中年男人正端着搪瓷缸喝水。这人叫王富贵，是收购站长，出了名的势利眼。林野大步走过去，掏出怀里的破布包放玻璃柜台上，一层层解开，暗红色的血灵芝露出来，药香味直接飘散开。王富贵半眯的眼睛猛地睁大，他放下茶缸，凑近死死盯着灵芝，喉结上下滚动，但他很快掩饰住贪婪，故意皱眉，伸出2根手指嫌弃地拨弄灵芝边缘。王富贵撇撇嘴，说这什么破蘑菇啊，一脸不屑地看着林野一身泥土的破衣服，说颜色倒是挺红，估计是哪块烂木头上长出来的毒蘑菇吧。小伙子，我们这是正经收购站，不收这种来路不明的野杂菌。林野冷笑一声，双手撑在玻璃柜台上，死死盯着王富贵。林野说，王站长，你这就没意思了，真当我是没见过世面的泥腿子。林野伸手在灵芝伞盖上轻轻一弹，指尖沾上一点极细的暗红色粉末。林野说，看清楚了，这是纯野生血灵芝，看这伞盖厚度，再看底下的年轮纹，起码是50年往上的老货，还有这孢子粉，颜色深得发紫。你跟我说这是烂木头上的毒蘑菇？王富贵被戳穿心思，脸色变了变，还是死鸭子嘴硬。王富贵说，你懂个屁，我说他是杂菌他就是杂菌，看你大老远跑一趟不容易，我给你算个辛苦费，20块钱，东西留下，人赶紧走。20块钱在88年能买不少米面，但买50年份的野生血灵芝简直是明抢，这东西拿城里大药房至少能卖几百块。林野二话不说，抓起布包就要把灵芝包起来。林野说，20块钱你留着买棺材吧，我不卖了。王富贵急了，一把按住林野的手，横肉直抖。王富贵说，小子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在这镇上除了我这儿，谁还有闲钱收你这破玩意儿？你今天出了这门，这东西就得烂手里。林野眼神一冷，反手一把扣住王富贵手腕，猛地一用力，王富贵疼得杀猪般惨叫，身子不受控制往柜台上趴。王富贵喊疼疼疼，撒手，敢在国营站闹事，信不信我叫派出所抓你？林野手上力道不减，声音冷得像冰，说你叫啊，低买高卖，坑蒙拐骗，我看警察来了抓谁？正僵持着，收购站门帘被人掀开，一个清脆女声传进来，说她不卖，我买。林野松开王富贵的手，转头看去，进来个年轻女人，她穿一身笔挺绿军装，没戴军帽，齐耳短发特别干练，皮肤白，五官精致，最惹眼的是那双眼睛，透着股说干就干的锐气，肩膀挎着个印红十字的军用医药箱。女人大步走到柜台前，根本没搭理揉手腕的王富贵，目光直接落在那株血灵芝上。她伸手拿起灵芝，仔细看了看伞盖和背面纹路，又放鼻尖闻了闻。女人说，品相完好，肉质紧实，起码是60年以上的极品野生血灵芝，这东西用来止血生肌，补气固本，是难得的好药。女人转头冷冷瞥了王富贵一眼。女人说，王站长，60年的血灵芝你出20，你这压价本事真厉害，要不要我回
县里时，顺便去工商局反映下你的工作作风。王富贵一听，吓得脸上横肉都僵了，额头直冒冷汗。王富贵说：“别，苏医生，您千万别误会，我刚就是跟这位小兄弟开玩笑，没看准，真没看准。”王富贵边擦汗边陪笑，连个屁都不敢放。苏医生懒得听他狡辩，直接转向林野。苏医生说：“这株血灵芝对他们科考队有用，他出高价收了。”说着，他直接拉开医药箱侧兜，掏出厚厚一叠崭新的大团结，当着王富贵的面数了50张，啪的一声拍柜台上。苏医生问：“500块这价格在省城也算公道，你觉得行吗？”林野看着柜台上的500块钱，心里一跳，500块，在人均工资几十块的80年代，绝对是笔巨款。有了这钱，不仅能还清村霸的债，还能让妹妹过上好日子。但他今天下山，主要目的不是钱。林野说：“钱没问题，把钱收进贴身口袋。”看着苏医生说：“但他还需要泻药，他妹妹发高烧，肺部感染，普通退烧药不管用，他需要最好的消炎药和退烧药，最好是进口特效药。”苏医生听到这话，重新打量林野，眼前这年轻人虽然穿得破烂，沾着泥土血迹，但说话条理清晰。面对500块巨款，连眼皮都没眨一下。更让他在意的是，这人身上有股常年钻深山老林的野性。刚制服王富贵的动作更是快得没边。苏医生说：“急性肺部感染，脱臼转肺炎确实危险。”苏医生没犹豫，打开医药箱主层，翻出俩白色小药瓶。他说：“这是科考队内部配发的强效消炎药和退烧药，对付重度感染效果好，让林野拿回去，每次各吃1粒，1天2次，最多3天就退烧。”林野接过药瓶，紧紧攥在手里，这才是救命药。林野说了声多谢，点点头，转身要走。苏医生叫住他：“等等！”林野停步回头。苏医生把血灵芝收进包里，死死盯着林野。苏医生说：“要你拿着，钱也拿着。”问他愿不愿意做他们科考队的向导。林野说：“做向导可以。”攥紧药瓶，抬头盯着苏医生，语气平淡：“但他有2个条件。”苏医生点头说：“你说。”林野说：“第一，他要先把他妹妹送下山，安顿在镇上的卫生院，这期间的住院费和营养费你们得包了。”苏医生说：“没问题，科考队有专项经费，这笔钱他出。”林野说：“第二，指了指苏医生背后的军用背包，他要全套现代装备，开山刀、战术背包、军靴、高强度伞绳，你们正规科考队肯定不缺。”苏医生笑了笑说：“只要你能把我们安全带进10万大山核心区，装备随便挑。”林野说了声成交，没废话，转身就往家里跑。回到破草屋，林野赶紧倒了杯温水，把苏医生给的特效药喂给妹妹林夏吃下。这进口药确实管用，不到2小时，林夏身上的滚烫就退了下去，林夏的呼吸也渐渐变得平稳均匀。林野不敢耽搁，找了件厚衣服把妹妹裹紧，背在背上就往山下镇子赶。到了镇卫生院，走廊里满是刺鼻的来苏水味。林野直接走到收费窗口，拍出200块钱交了住院押金。值班医生一看这厚厚一沓10块钱，态度大变，马上安排了单人病房，又给林夏挂上消炎水。看着病床上的妹妹脸色渐渐红润，林野长长吐出一口气。上辈子妹妹因为高烧没钱治，落下终身残疾，这辈子他总算把这个最大的遗憾补上了。林野说：“夏，我安心在这养病，哥进山办点事，过几天就来接我。”林野摸了摸妹妹的头发，轻声说。林夏乖巧点头，说：“哥，你进山千万小心，安顿好妹妹。”林野心里最后一块石头落了地，现在他可以放开手脚，好好会一会这10万大山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10万大山边缘的林场空地上停着3辆绿色吉普车，10几个穿迷彩服的人正忙着搬运设备，搭设军绿色的帆布帐篷。这里就是科考队的临时营地。林野穿着那身洗发白的旧衣服，脚踩破解放鞋，双手插兜，慢悠悠走了过去。苏医生眼尖，一眼看到林野，赶紧招手喊他过来。今天的苏医生换上了一身干练的野外作战服，头发扎成马尾，看着十分利落。林野走过去，扫了一眼营地里的装备，全都是好东西：防水帐篷、强光手电、便携式发电机。长条桌子上还摆着一排排崭新的野外求生工具。就在这时，旁边传来一个粗嗓门问：“这就是你找的向导？”一个身高将近1米9，浑身肌肉把迷彩服撑得鼓鼓囊囊的壮汉走了过来。这人留着寸头，脸上有一道刀疤，嘴里嚼着树根，眼神上下打量林野，满脸嫌弃。苏医生指着林野说道：“张队长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林野，本地人，他对10万大山的地形非常熟悉。”张队长冷笑一声，吐掉嘴里的树根，说：“苏医生，你开什么玩笑？咱们这次要去的地方可是10万大山的腹地，那是真正的禁区，里面毒蛇虫蚁满地爬，野猪黑熊到处跑，你找这么个毛都没长齐的乡下小子带路？”张队长身后跟着几个同样身材魁梧的安保人员，听到这话全都哄笑起来。安保人员说：“就是啊，苏医生，这小子看着瘦得跟猴一样，别说遇到野兽了，就是走上2天的山路，估计都能累趴下。”安保人员说：“咱们是去科考的，不是去带孩子的，带上他，到时候遇到危险，咱们还得腾出手来救他，这不是纯纯的拖油瓶吗？”面对这些嘲笑，林野连眼皮都没抬一下，他直接无视了张队长那群人，走到装备桌前，桌上放着一把黑色的开山刀。林野伸手拿起刀，掂了掂重量，又用手指在刀刃上轻轻刮了一下。林野点点头，说：“好刀，高碳钢打的，重心靠前，劈砍树枝和藤蔓最合适，看着挺满意。”接着他又拿起一捆绿色的军用伞绳，用力扯了扯，说：“承重力也不错，用来做陷阱够用了。”张队长见林野完全把自己当空气，脸黑了。他在队伍里可是出名的硬汉，走到哪别人不得客客气气的，今天居然被一个山里的穷小子给无视了。张队长怒喝道：“小子，你他娘的耳朵聋了？老子跟你说话呢！”张队长大步走上前，伸出蒲扇大的巴掌，直接朝林野的衣领抓了过去。苏医生吓了一跳，赶紧出声制止说：“张队长，别动手。”但张队长速度极快，手掌带着风声就到了林野身侧。就在张队长的手快要碰到林野衣服的瞬间，林野动了，脑海中云豹的极限敏捷瞬间
激活，林野的身体像是一头真猎豹，以极其刁钻的角度扭转过来。他的动作太快了，快到周围的人根本没看清他是怎么出手的。只见林野左手抓着那捆伞绳，右手握着开山刀，唰的一声，他随手一抖，伞绳在半空中划出一道残影，眨眼间就打出了一个活套结。紧接着，林野手腕一甩，活套结精准的飞到张队长脚下。张队长正往前冲，一脚刚好踩进绳套里。林野左手猛地一拉绳子，将绳套收紧，紧紧勒住张队长的脚踝。与此同时，林野右脚重重踹在桌子旁边一个装满铁质零件的沉重装备箱上。装备箱本来就放在桌子边缘，被林野这一踹，直接翻滚着掉了下去。而伞绳的另一端早就被林野在半秒钟内绕过头顶一根粗壮的树枝，死死绑在这个装备箱的把手上。哐当一声，沉重的装备箱砸在地上，巨大的下坠力量通过伞绳瞬间传导过去。哎呦一声，张队长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，只觉得脚踝传来一股巨大的拉力，他将近200斤的壮汉竟然直接被这股力量扯得双脚离地，整个人头朝下被倒吊在半空中。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，从张队长伸手到他被倒吊在树上，整个过程绝对不超过5秒钟。旁边的安保人员见状脸色大变，纷纷怒吼着伸手去摸腰间的甩棍和匕首。就在他们准备冲上来的瞬间，林野右手一挥，嗖的一声，一道黑影脱手而出，带着刺耳的破空声直飞向倒吊在树上的张队长。一声闷响，刀身深深定入树干之中，那把黑色的开山刀狠狠扎进张队长脸庞旁边不到2厘米的树干里。刀身因为巨大的力量还在剧烈晃动，发出嗡嗡的声音，冰冷的刀刃几乎贴着张队长的鼻子，只要稍微偏那么一点点，这把刀就能直接削掉他的半个脑袋。全场死寂，所有的安保人员都将在原地，摸着武器的手停在半空中，连大气都不敢出。张队长倒吊在树上，脸憋得通红，额头上的冷汗顺着脸颊大滴往下掉。他瞪大眼睛看着快贴到脸上的刀刃，艰难地咽了口唾沫，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太狠了，太快了！他们这些受过专业训练的安保人员，平时自认为身手了得，但在林野刚才那一套利落的动作面前，简直就像刚学会走路的小孩。5秒钟，就地取材，利用一根绳子、一个重物，瞬间布置出一个完美的杀伤性陷阱，而且时机、力度、准头拿捏的没有一丝一毫的误差。这绝对不是什么普通的乡下小子能做出来的，这是真正从深山老林里杀出来的狠角色。苏医生站在一旁，眼睛瞪得老大，满脸震撼。他知道林野厉害，昨天在村里对付王富贵的时候就看出来了，但他没想到林野居然强到了这种地步。面对一身好装备的专业安保队长，林野连汗都没出一滴，就轻松把对方秒杀了。林野拍了拍手上的灰尘，走到树下，他抬头看着倒吊着的张队长，语气平静的像在谈论天气。林野说，在10万大山里，死人是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的，你刚才如果是在林子里，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。说完，林野拔出树干上的开山刀，刀刃离开的一瞬间，张队长吓得浑身一哆嗦。林野随手割断了伞绳，扑通一声，张队长重重摔在地上，摔得眼冒金星。旁边的安保人员赶紧跑过去把他扶起来。张队长脸色铁青，看了看林野，又看了看那条断掉的伞绳，张了张嘴想放几句狠话，但最终还是乖乖闭上了嘴。技不如人，多说一句都是丢脸。林野没再理会他们，转头走向装备桌，他脱下脚上那双破旧的解放鞋，换上了一双崭新的高帮军用战术靴，鞋底厚实，防滑抓地力极强，穿在脚上非常舒服。接着他套上一件多功能的战术背心，把几个备用弹匣包改装成装草药和零碎工具的口袋。他把那把开山刀插进腿侧的刀鞘里，扣好暗扣。最后林野背起一个装满急救用品、口粮和绳索的战术背包，调整好肩带，整个人大变样。原本那个穿着破烂的农村小伙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浑身散发着危险气息的丛林猎手。林野转过身，目光扫过在场的所有人。林野淡淡开口问，还有谁觉得我是拖油瓶的？现在可以站出来。四周静悄悄的，安保人员全闭了嘴。林野带着一身新装备，带队踏进10万大山。10万大山的林子越往深走越黑，树叶密得透不进光，脚下的陈年落叶踩着直冒黑水，一股难闻的霉味。林野穿着新战术靴走在最前面，手里开山刀左劈右砍，硬在1人高的茅草丛里开出条路。张队长带安保紧跟在后，女军医苏清月和科考专家走在中间。走了1个多小时，地势往下，前面出现个大铁锅似的巨大凹地。林野猛地停步，抬起右手握拳打了个停止手势。云豹的野兽直觉告诉他前面不对劲，这凹地里连个虫子叫都没，安静的心里发毛。张队长的手下大刘问林野怎么停了，没刹住脚，顺着斜坡往下出溜，说这地方挺宽敞的，正好歇会儿。大刘边说边往下走了10几米，林野猛回头大喊别下去，晚了一步。大刘刚到坑底，身子猛地一僵，连哼都没哼，双腿一软直挺挺拍在烂叶子上不动了。安保小赵急眼了，喊了一声大刘，2步冲下去拉人，结果刚弯腰，手还没碰到衣服，两眼一翻也跟着砸在地上成了一滩泥，后边的人全慌了。张队长红着眼骂了声娘，拔腿就要往下冲，林野眼疾手快，一把薅住他的战术背心带子硬拽回来，反手往后一推。林野瞪眼吼道找死啊，那是胀气沟，俗称哑巴骨，下去就没命。苏清月凑到坡边看了一眼，脸都白了，说是高浓度二氧化碳沉积。苏清月声音发抖，说这凹地不透风，二氧化碳全沉在底下，下去吸2口就缺氧晕倒，5分钟不拉上来就脑死亡。张队长急得直薅头发，眼眶通红，说咱们没戴防毒面具，这可怎么救？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死在下面。张队长直跺脚，林野没废话，一把卸下重装备背包扔在地上，脑子里系统提示音响了，蛇类闭气能力已激活，心跳放缓，耗氧量降至最低，云豹极限敏捷已激活，腿部爆发力全面提升。林野深吸一大口气，死死憋在肺里，双腿猛地蹬地，像头下山野豹子嗖地窜出去。张队长他们眼前一花，林野已经冲到10几米下的坑底，坑底二氧化碳浓得能闻到酸味，正常人吸一口立马两眼发黑，但林野现在心跳1分钟只有10几下，身体对氧气需求低到极点。他冲到2人身边，一手抓大刘腰带，
一手薅小赵衣领，双臂猛发力，直接提起2个160、70斤的壮汉。林野大腿肌肉绷得像石头，战术靴底死死咬住湿滑泥土。他踩着烂树叶几大步冲上斜坡，把2人往平地上一扔。林野冲苏清月喊抢救，苏清月赶紧带人扑上去按压胸口做人工呼吸。意外又发生了，上面一个被遗弃的年轻科考队员，因为刚才大家慌乱后退，脚下一滑，直接滚进坑里。这小子运气极差，顺斜坡一直滚到坑底烂泥潭边上，那地方比大刘倒下的位置还深7、8米。苏清月回头看了一眼，急得大喊：“说糟了，下面更深，毒气更浓！”林野气都没换一口，转头再次扎下去。这次坡度太陡，他干脆双脚并拢，像滑雪一样直接滑到底。烂泥潭臭味刺鼻，年轻队员已经脸色发紫，口吐白沫。林野一把抓过他的胳膊，扛在肩上，往上爬。烂泥太滑，没落脚点。林野抽出腿侧开山刀，狠狠扎进旁边土壳子借力。云豹敏捷让他像在平地跑，他踩着树根碎石左突右闪，硬扛着大活人爬上来，一冲出毒气区，林野把人放下，这才张嘴大口喘气，心跳恢复正常，肺里重新灌满新鲜空气。3个人全拉上来了。苏清月满头大汗，拼命做心肺复苏。过了5、6分钟，大刘最先咳出酸水，猛睁开眼大口喘气，紧接着小赵和科考队员也先后缓过劲，脸色恢复血色，命保住了。张队长看看地上手下，再看看旁边连汗都没怎么出的林野，半天说不出话。坑底可是高浓度毒气，正常人憋气顶多1分多钟，还要扛人爬陡坡，体力消耗极大，根本憋不住。可林野下去2次还跟没事人一样，这体能就是个怪物。张队长深吸一口气，大步走到林野面前，二话不说站直身子，规规矩矩给林野敬了个礼。张队长说：“林兄弟，刚才是我瞎了眼，这3个兄弟的命是你给的，以后你只拿我打哪。”张队长大声喊道。其他安保也都站得笔直，满脸敬畏看着林野。科考队对林野彻底服气，队伍继续向禁区深处挺进。队伍歇完脚接着走。苏清月盯着林野的背影，满眼都是佩服。张队长更不用提，现在林野只拿他打了。林野走在最前头，拎着开山刀随手劈开挡路的藤蔓。头顶高树上猛地传来2声极轻的沙沙动静，别人听不出啥，林野心里却跟明镜一样，这是他那头云豹给的暗号。他停下脚闭眼细听，有了云豹给的极限敏捷，他现在的五官比以前灵光太多，风里不仅带着极淡的火药味，还有人的汗臭。林野睁眼转头冲张队长说：“停下，后面来人了。”张队长愣了下，手立马摸向腰间的甩棍，问：“什么人？有多少？”林野冷笑一声说：“还能是谁？悬崖上跑掉的那几个活口，带人回来找场子了，不仅有人，还带了狗。”苏清月一听脸都白了，问：“那怎么办？他们手里肯定有枪。”林野把开山刀插回后腰，指着前面说：“你们顺着这条沟往前走，越快越好，认准我留的记好，别停，更别回头。”张队长一口拒绝说：“我留下来帮你，我好歹也是安保队长，哪能让向导一个人断后？”林野盯着他，语气梆硬说：“你们留下就是累赘，对面人多还有硬家伙，我一个人在林子里，他们连我的影子都摸不到，赶紧走，别废话。”张队长咬了咬牙，知道林野说的对，刚才在坑底他就看明白了，这年轻人的本事大的没边，自己留下纯属拖后腿。张队长说：“林兄弟，你小心，我们在前面等你。”张队长一挥手，带着科考队一头钻进前面的密林。看他们走远，林野转身往回走了一段，四下打量地形。这里是个典型的葫芦口，两边是70、80度的大陡坡，长满带刺的灌木和粗木头，中间只有条不到2米宽的烂泥路。林野脚下一发力，整个人跟大猫一样窜上左边陡坡，有了极限敏捷。这陡坡对他来说就跟平地一样，坡顶横七竖八倒着几根枯死的大树干，一人多粗，外皮烂了，里面却硬得像铁。旁边还有一大堆风化的石头，个个都有西瓜大。林野抽出刀，挑了几根大拇指粗的活藤蔓砍断，这藤蔓结实的连卡车都能拉。他把藤蔓一头死死绑在最粗的树干上，另一头绕过活树打个死结，接着用力把大树干推到陡坡边上，全靠绷紧的藤蔓拉着才没掉下去。他又把剩下的树干和几十块大石头全堆在主树干后面，只要砍断藤蔓，这堆东西就能当场变成泥石流。弄完这些，林野连粗气都没喘，他趴在坡顶大树后头，静静等着猎物上门。下面烂泥路上就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和骂骂咧咧的声音，10几个人排成一长串钻进葫芦口，领头的是个戴黑眼罩的光头独眼龙，手里端着双管土铳，背着开山斧，走起路来一身横肉直晃。旁边跟着的正是之前悬崖上跑掉的那个瘦猴。瘦猴边走边指着地上的脚印说：“龙哥，你看这脚印，新鲜的，那小子肯定带着那帮城里人就在前面，他们包里绝对装满了钱和好药材。”独眼龙吐了口黄痰，恶狠狠地骂说：“连我兄弟都敢弄死，等会抓到那小子，先打断手脚，让他看着咱们拿钱。”后面10几个小弟也跟着起哄，个个拎着砍刀和土铳，嚣张到了极点。林野趴在上面，看着这群人慢慢走进陷阱中心，他数着人头，1个、2个、15个，等最后一人也踏进葫芦口最窄的地方，林野动了，他举起开山刀，对准绷直的粗藤蔓狠狠劈下，咔嚓，粗藤蔓应声断开，没了拉力，最前面那根1人多粗的大树干猛地往前一滚，轰隆隆，大树干带着后面的木头和几十块西瓜大的石头，顺着70、80度的陡坡狂砸下去，动静跟打雷一样。底下的盗猎贼听到声音抬头一看，脸全白了，只见一大片黑影带着漫天泥土碎石直奔头顶砸来。瘦猴吓得嗓子都劈了，连滚带爬往后跑，喊道：“快躲，上面有东西！”独眼龙反应最快，一把推开旁边的小弟，自己一头钻进大石头底下的缝隙里。其他人可没这么好运，两边全是带刺灌木，根本没处躲，路又窄，10几个人挤在一起到处乱窜。砰！最前面的大树干狠狠砸进人群，2个躲闪不及的盗猎贼被树干扫中大腿，伴着2声让人头皮发麻的骨裂声，2人直接被砸飞2、3米远，2人重重摔进烂泥里，溅起一片污浊的水花。他们的大腿折成奇怪的角度，白森森的骨头茬子直接刺破裤腿露出来，疼得在地上杀猪一样惨叫打滚。紧接着第2根、第3根木头带着石头雨砸了下来，砰砰砰，一块西瓜
瓜大的石头正中小弟后背，当场把他砸趴在地，吐出一大口血，半天爬不起来。另一块石头砸中旁边人的肩膀，整条胳膊直接耷拉下去，当场骨折，整个葫芦口乱成一锅粥，惨叫声、哭喊声和骨头碎裂声混在一起，短短10几秒，滚木陷阱就把这帮嚣张的盗猎贼砸得七零八落。15个人里，当场就有4、5个断手断脚爬不起来，还有几个被砸破头，满脸是血，在地上乱爬。没受伤的也吓破了胆，缩在路边草丛里，浑身发抖，连刀都拿不稳。独眼龙怒喝：“谁在上面阴老子！”独眼龙从石头缝里爬出来，看着满地打滚的手下，气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他举起双管土冲，冲着坡顶乱晃的树叶砰砰就是2枪，铁砂把树皮打得稀巴烂，被打烂的树叶哗啦啦的往下掉，可上面静悄悄的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林野在砍断藤蔓的瞬间，就已经踩着树根往后撤了10几米，躲在一棵2人合抱的大树后面，冷冷盯着下面。独眼龙打空子弹，边手忙脚乱塞火药，边扯着嗓子大骂：“缩头乌龟，有种出来跟老子单挑，躲在上面算什么男人！”林野靠在树干上，压根不搭理他，在雨林里活下来才是硬道理。林野心里冷笑：谁跟你讲单挑规矩？瘦猴捂着刮破的脸凑到独眼龙跟前，声音直打颤说：“龙哥，点子太硬了，这小子把地形摸得透透的，咱们连他人在哪都没看到就折了一半，兄弟，要不咱们先撤吧。”独眼龙骂了声放屁，反手给了瘦猴一个响亮的大嘴巴，打得他原地转了半圈。死了这么多兄弟，连根毛都没捞着就回去，老子以后在道上还怎么混？独眼龙咬着牙，满脸横肉拧在一起。他知道林野肯定在附近没走远，就等着他们露破绽。跟这种林子里长大的硬茬子玩捉迷藏，他们根本不够看。独眼龙眼珠一转，冲后面大吼：“把狗给我牵上来！”后面2个走得慢没被砸伤的小弟，立马拽着几根粗铁链跑上来。铁链那头拴着5条半人高的大狗，5条狗一身黑黄短毛，肌肉块块鼓起，力气大得吓人。这可不是普通土狗，是独眼龙花大价钱弄来的退役猎犬。这些狗受过专门训练，一口下去连骨头都能咬碎。平时专门在林子里追野猪黑熊，被他们盯上，就是老虎也得掉层皮。5条大狗一上来，闻到血腥味立马狂躁起来，他们喉咙里发出低吼，呲着尖牙，口水顺着牙缝往下滴，拼命扯着铁链往前冲，把牵狗的小弟拽得直踉跄。独眼龙走到狗跟前，指着陡坡上面恶狠狠下令说：“去，把那小子给我找出来撕碎了。”话音刚落，小弟松开铁链，寻犬顺着气味直接朝林野的方向狂奔而去。林野正蹲在10几米高的树杈上，藏在树叶后眯眼往下看，他一点不慌，上一世在林子里待了那么多年，什么猛兽没见过，区区几条退役猎犬根本不够他看的。脑门带刀疤的犬王冲在最前面，体型大了一圈，看着极其凶狠，他鼻子贴地闻着气味，直奔大树冲来，前脚狠狠搭在树干上，仰头狂叫。另外4条狗紧跟其后，把树围得水泄不通，呲着牙拼命往上扑，利爪在树皮上挠出深深的白印，木屑直掉。独眼龙带着小弟气喘吁吁爬上陡坡，一看狗围了树，得意的满脸横肉挤成一团。独眼龙冲着树上破口大骂：“跑啊，你他娘的再跑啊！”他举起土制猎枪瞄准树冠，真以为这10万大山是你家开的？老子这几条狗找你跟玩一样。小弟们跟着起哄：“老大，别跟他废话，直接开枪打下来，让狗撕了他！”对，给死去的兄弟报仇。林野听着叫嚣根本没躲，直接拨开树枝，大大方方探出身。他低头看着这群恶狗和嚣张的独眼龙，冷笑一声：“比凶是吧？这10万大山里，谁能凶得过丛林杀手之王云豹？”脑子里叮的一声响，林野直接调动系统面板，提取云豹能力，顶级掠食者的血脉压制开。林野站在树杈上，眼神冷得像冰渣，身上散发出极浓的凶煞之气，普通人闻不到，但在动物鼻子里，这就是死神的味道。吵闹的树林一下安静下来，鸟都吓得飞走了。树下正狂叫的5条大狗，声音像被一刀切断。犬王前爪一软，庞大身躯直接滑到地上，浑身短毛炸开，狂吠变成可怜的呜呜求饶声。他尾巴死死夹在后腿中间，趴在地上抖得像个破筛子。另外4条狗更惨，直接瘫在地上，连头都不敢抬，有一条甚至直接吓尿，黄水流了一地，骚臭味直冲鼻子。独眼龙看傻眼了，举枪的手僵在半空。独眼龙气急败坏的喊：“怎么回事？叫啊！平时给你们吃那么多肉都白吃了，给我咬他！”他走过去狠狠踹了犬王一脚，犬王挨了重重一脚，连哼都不敢哼，死死趴在地上，惊恐地盯着树上的林野。林野一把抓住粗藤蔓，双腿一蹬树干，直接从10几米高处滑下，稳稳落在犬王面前。独眼龙吓得后退一大步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，这小子疯了，敢往狗堆里跳。可接下来的事惊得独眼龙和小弟们下巴都掉地上了。林野大步走到犬王跟前，低头看他，犬王不仅没咬人，反而翻过身子，把最脆弱的肚皮完全露出来，彻底臣服，任由宰割。林野蹲下身，右手直接按在犬王长着刀疤的脑袋上，脑子里再次响起清脆的声音：“叮！”成功驯服犬王，获得能力极限嗅觉。声音刚落，林野鼻腔深处涌起一阵清凉，周围世界在他鼻子里完全变了样，空气不再是单一的土腥味，而是被拆分成成百上千种气味。他能清晰闻到100米外树叶腐烂的酸味，200米外地下水的水汽味，更能闻到眼前独眼龙身上的汗臭味、土枪管里的火药味，还有他们鞋底踩过动物粪便的臭味。连独眼龙旁边小弟口袋里那半块发霉干粮，他都闻得一清二楚。有了这极限嗅觉，在10万大山里就等于开了全图透视卦，谁也别想埋伏他。林野站起身，拍了拍犬王粗壮的脖子，抬手直向独眼龙那帮人，声音冷得刺骨，让犬王去咬他们。犬王听到指令，一个咕噜爬起来，他眼里恐惧全无，满眼凶光，转头死死盯着独眼龙，爆发出咆哮。
另外4条狗也跟着站起，5条恶犬龇着牙，恶狠狠地盯着原主人。独眼龙只觉头皮发麻，冷汗直冒，声音都劈叉了，骂畜生疯了。独眼龙骂着说自己天天花钱喂它吃肉，犬王根本不管他喊啥，粗壮后腿猛地一蹬，直接扑上去。独眼龙旁边的小弟躲闪不及，被犬王一口死死咬住大腿，惨叫了一声，锋利狗牙穿透裤子扎进肉里，犬王猛地一甩头，撕来一声，连皮带肉撕下一大块，鲜血直喷，小弟惨叫着倒地打滚。另外4条狗也疯了一样冲进人群，见人就咬，见腿就扑。盗猎者们平时仗着狗作威作福，哪想到会被反咬一口，人群全乱套了。独眼龙急红了眼，喊开枪，快开枪打死这帮畜生！举起土枪就扣扳机，砰的一声巨响，枪口喷出黑烟和铁砂，但猎犬速度太快，这一枪全打在旁边大树上，树皮乱飞。犬王听到枪声更凶了，松开小弟直扑独眼龙脖子，独眼龙吓得魂飞魄散，扔了土枪撒丫子就跑。其他小弟一看老大跑了，也顾不上同伴，连滚带爬往后撤。林野双手抱胸，冷眼看他们像没头苍蝇一样乱窜，往后退，那可是他早看好的风水宝地。独眼龙带着小弟一路狂奔，被5条恶犬追得慌不择路，没跑出几十米就脚下一绊，一头扎进密密麻麻的刺藤林，这藤上全是3寸长带倒钩的硬刺，衣服碰上就破，扎进肉里一扯就是一条血口子。冲在最前面的独眼龙脸上直接被划出2道血槽，疼得倒吸凉气，赶紧停步。可后面的猎犬已经追上来，冲着他们的屁股和腿疯狂撕咬，往前是能刮掉一层皮的倒刺丛，往后是发疯的恶狗。盗猎者被逼得进退两难，阵脚大乱。独眼龙被犬王一口咬穿小腿肚，疼得嗷嗷直叫，他连滚带爬抽出开山刀，冲着前面的刺藤一顿乱砍，硬生生劈开一条缝。独眼龙带着3个核心小弟挤出刺藤林，几个人钻出来时，衣服全成了布条，脸上胳膊上全是冒血的口子，看着比鬼还吓人。一个小弟回头看了一眼，说狗没追过来，喘着粗气，双腿直打哆嗦。刺藤太密，体型大的猎犬钻不过来，只能在对面狂叫。独眼龙一屁股瘫坐在地，抹了把脸上的血，咬牙骂，说他娘的，今天算是栽了个大跟头，等老子回去多带点人，带上炸药，非把那小子和那些狗全炸上天。这里是一片洼地，四周全是10几米高的大树，厚实的树叶把太阳挡得死死的，林子里暗沉沉的，透着一股阴森气。几个人还没缓过劲，头顶吧嗒掉下一块带泥的硬树皮，正砸在独眼龙光头上，他吓得直接从地上弹起来，举起刚换好子弹的土枪，死死盯着树冠。独眼龙扯着嗓子吼，问谁让滚出来，手都在抖。几十米高的树杈上，林野正靠着树干，旁边蹲着那只大云豹，正冲底下龇牙，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呼噜声。林野手里攥着一把粗伞绳，顺着树干绕过几个木头滑轮，连着一张大网兜。这是女军医科考对防猛兽的军用防割网，网线掺了细钢丝，刀砍不断，火烧不坏，4个脚绑着重铅坠，这张网照下去连大象都挣不脱。林野看着底下这4个残兵败将，冷笑一声，问往哪看呢？说爷爷在上面。独眼龙和3个小弟赶紧背靠背挤成一团，4把枪全指着头顶。独眼龙瞪着独眼，恶狠狠地喊，让小子别太猖狂，说有种下来单挑，躲在树上算什么本事？林野扒开树叶，露出半张脸，问单挑，说你们4个带枪的，跟我一个空手的单挑，你这脸皮比这树皮还厚啊！独眼龙气疯了，说少废话，真以为老子打不着你，让弟兄们照着声音打，把他打成筛子。4个人立刻拉枪栓准备开火，就在他们聚在网兜正下方抬头瞄准的这一秒，林野一挥开山刀，直接砍断固定网兜的副绳，沉闷的风声从树冠砸下，带着铅坠的巨大军用网兜冲着独眼龙4个人直接扣下去。林子里光线暗，网兜又是军绿色，等独眼龙发现不对劲时，网兜已经砸到头顶。独眼龙怪叫一声，问什么东西，想躲但晚了，哗啦一声巨响，大网兜精准照在4人头上，几十斤重的铅坠重重砸在地上，直接把网口死死封住。独眼龙在网里急得大吼，说网是网，快砍开！抡起开山刀冲着网线就砍，一刀下去火星子直冒，网线连个白印都没留，反倒把独眼龙虎口震得发麻，刀差点脱手。林也不给他们反应时间，网兜一罩住人，他立刻双手死抓伞绳主绳，双脚蹬着树干，整个人往后猛地一倒，滑轮组的威力彻底显现。4个大男人的体重加起来少说6、700斤，硬拉肯定拉不动，但经过滑轮省力，林也只觉得手里一沉，胳膊肌肉暴起，绳子就开始快速往后收，树干上的木头滑轮发出刺耳摩擦声，底下的军用网兜瞬间收紧，像个大面口袋，把4个人死死勒在一起。网里有人喊哎呦挤死我了，有人说老大的刀别乱挥，扎着我腿了。网里乱成一团，4个人像被网住的王八，胳膊腿全缠在一起，手里的土枪和砍刀根本施展不开，噼里啪啦全掉在地上。林也继续发力拉着绳子后退，底下的网兜直接被扯离地面1米、2米、3米，4个盗猎头目就这么被硬生生吊在半空。他们在网里越挣扎，网口收得越紧，4个人挤成一个大肉球，脸贴脸，腿别腿，连喘气都费劲。独眼龙在网里憋得脸通红，还在扯着嗓子骂放老子下来，骂林也是个小兔崽子，说要弄死他。林也把伞绳在树干上死死绕了3圈，打上死结，确认不会松脱后，他拍拍手上的灰，顺着粗藤条滑到地上。云豹也跟着跳下来，围着半空的网兜转圈，时不时直起身子冲网里亮出獠牙，吓得小弟哇哇大叫，拼命往中间挤。林也走到网兜底下，把掉在地上的枪和砍刀全捡起来，远远扔开。他抬头看着还在骂骂咧咧的独眼龙，冷着脸抄起一根粗树枝，冲着独眼龙露在网外的小腿骨就是一棍子，咔的一声闷响，独眼龙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惨叫，疼得眼泪鼻涕全出来了。独眼龙疼得再也骂不出半个字来。林也说省点力气吧，留着跟警察说，然后扔掉树枝，没再搭理他。他走到独眼龙掉在地上的大帆布包前，这包独眼龙一路死死护着，刚才掉出来。林也拉开拉链，把东西全倒在地上，除了几沓现金和干粮，最显眼的是个黑皮厚本子。林也翻开看了几眼，里面密密麻麻记着打猎账目：3月5号老虎皮1张卖给李老板，4月10号熊胆3个发往南边，哪天打了什么动物卖给谁，下家地址在哪，清清楚楚。
这就是盗猎产业链的铁证，只要交上去，背后的买家一个都跑不了。林野合上账本，连同关键物证一起塞进背包。事情办妥，该收网了。林野从后腰摸出女军一流的信号枪，装上红色信号弹。他走到洼地中间，举枪对准树冠缝隙，砰的一声，一道红光冲天而起，穿透树冠，在10万大山上空炸开一团扎眼的红色烟雾。林野整理好铁证，林野打出信号弹，呼叫边防武警前来支援。红烟还没散，天边就传来隆隆的直升机动静，声音越来越大，震得树叶哗哗掉。2架绿色直升机停在洼地上空，舱门一拉，扔下几条粗绳，嗖嗖嗖，10几个带着满身装备的武警顺着绳子滑下来。带头的王队长端着冲锋枪，一落地就喊警戒隐蔽，武警们赶紧散开，枪口指着四周，紧张的直冒汗。上头通报说这有一群带枪的亡命徒，可王队长端着枪转了一圈，直接看傻了，没听见枪响，也没人反抗。洼地中间，一张大伪装网把7、8个壮汉都成了大粽子，这帮人全被打得脸都肿了，断胳膊缺腿的在网里哼唧，那个独眼龙头目大腿上扎着根树枝，疼得直翻白眼。网兜旁边一根粗藤蔓连着树上的滑轮组，机关弄得贼精巧。更吓人的是，网兜边上趴着一头大云豹，正低头舔爪子，云豹边上还蹲着一条瞎了一只眼的凶狗，一豹一狗跟门神似的，死死盯着网里的人。王队长愣在原地，枪口都不知道该指哪了。林野从树后走出来，拍了拍手上的泥。云豹和猎犬一听动静，立马站起来，乖乖走到他身后摇尾巴。几个武警吓得猛退2步，枪口哗啦啦全对准了这2头野兽。林野摆摆手，云豹和猎犬立马又趴回地上不动了。王队长咽了口唾沫，看看网里的盗猎贼，又看看林野。王队长问这都是你一个人干的？林野走上前，把黑皮账本递过去。林野说这是他们这几年的交易账本，上下线全在里面，人交给你了，小心点，他们手里有几把土铳，已经被我卸了。王队长接过账本翻了2页，眼睛越瞪越大，他猛地合上账本，看林野的眼神全变了。一个人不开一枪，把7、8个带枪的悍匪一窝端，还拿到了整个盗猎网的铁证，这哪是普通山民，简直是特种兵里的兵王。王队长激动地直拍大腿，说好家伙，大功一件，绝对的大功一件。王队长说小伙子，你立大功了。这时候外围灌木丛一阵响，女军医跟着后续的地面部队也赶到了，他喘着粗气跑过来，一眼瞅见满地的惨状，再看看一根头发没少的林野，长长的松了口气。林野问样本拿到了，女军医连连点头，拍了拍身边的保温箱说拿到了。女军医说极少见的毒株样本，有了这个抗毒血清就能大批量生产了。林野，你救了不知道多少人的命，人和东西都在，队伍立马收拾下山，有王队长他们压着，下山极快，到了山外的临时指挥所，整个县局全轰动了。黑皮账本交上去不到3个小时，全省公安就动了，照着账本抓人，一抓一个准。收皮毛的老板，倒卖熊胆的药商，开黑车搞运输的司机，全被连夜从被窝里揪了出来。这条在10万大山干了多年的盗猎产业链，直接被连窝端了个干净。3天后，县医院病房外，县长带着几个穿制服的领导亲自找了过来。县长握着林野的手用力晃，说林野同志，感谢你啊。县长说你不仅救了科考队，还帮我们除了大害，省里下了死命令，必须中奖。旁边的人递过来一个厚厚的大红信封，县长说这是省里批的奖金，整整3万块，88年的3万块，那可是个吓死人的大数目，能在县城买好几个大院子。林野接过信封，看都没看钱，眼睛死死盯着女军医递来的小冷藏盒。女军医说这是用你找回来的样本，连夜赶制出来的特效药。女军医眼圈有点红，说赶紧给你妹妹用上吧。林野接过盒子，他平时抓毒蛇手都不抖，可现在拿着这轻飘飘的塑料盒，手指头却在发抖，手背青筋全鼓了起来。他没吭声，转身推开病房门，病床上妹妹瘦得剩一把骨头，脸色焦黄，正闭着眼昏睡。医生接过药迅速配好，打进妹妹的血管里。林野站在床边，死死盯着点滴瓶里的药水一滴滴往下滴。半个小时后，妹妹脸上的黄气开始退了，呼吸也稳了，旁边的仪器上数据全回到了正常线。医生说烧退了，毒素在分解，命保住了。医生摘下听诊器，长出一口气。林野猛地转身走到窗边，双手死死扒着窗台，指甲在木头窗台上抠出深深的印子。上一世，妹妹就是在这张病床上咽了气，这一世，她拼了命钻进10万大山，斗毒蛇，降云豹，抓悍匪，终于把这条命从阎王爷手里抢了回来。病房外，县长还没走，看林野出来，县长凑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说，林野啊，你这身手胆识，留村里种地太屈才了，县林业局正好缺个稽查队长，铁饭碗，吃皇粮，只要你点头，明天就来上班，怎么样？这话一出，旁边的医生护士全瞪大了眼，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，多少人削尖脑袋都抢不到一个正式编制。林野看了看手里的3万块钱，又转头看了看病房里熟睡的妹妹，他把钱揣进怀里，冲着县长笑了笑说，县长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我这人也惯了，坐不住办公室，那身制服我穿不惯。县长愣住了，说你再考虑考虑。这可是不用考虑了。林野打断他，转身走向医院大门，大步朝着远处的10万大山走去。半年过去，靠山村变了天，村东头荒地盖起3层白墙红砖楼，大门挂着木牌，10万大山生态观测站。院里8岁的林小丫追着大黄狗跑，脸蛋通红，咯咯直笑，一点没半年前快病死的样。林野光膀子坐水井边洗脸，凉水浇在硬邦邦的腱子肉上，满身的疤痕看着吓人。小丫喊了声哥，黑虎又抢我的肉包子。小丫气鼓鼓跑来告状，叫黑虎的大黄狗是半年前林野在雨林收服的犬王，他叼着半个包子凑到林野脚边，尾巴摇得像风扇。林野一巴掌拍他
他脑袋上说缠不死你，去门外守着。黑虎呜咽一声，乖乖溜大门口趴下。现在村里人都知道林野惹不起，村霸刘大彪带人进去判了10几年，剩下几个痞子路过林野家连大气都不敢喘。前几天有个混混喝多在门口撒尿，被黑虎追着咬了3条街，裤裆都撕烂了，最后拎着2只老母鸡上门赔罪。正洗脸，门外轰鸣响，破吉普停下，跳出仨壮汉，带头穿花衬衫挂粗金项链，一看就是外地倒买倒卖的。他往院里探头，扯嗓子喊喂，谁是林野？出来搭把手。林野拿毛巾擦脸走过去说我就是，有事。花衬衫打量他一眼，点烟吐圈说听说你对10万大山熟，哥几个想进山弄点100年野山餐，灵芝啥的，带个路，一天给10块，够你在穷山沟吃半个月。林野冷笑，这帮外地人真把大山当自家后院了。他说不带，山里疯了。林野语气生硬的拒绝，说外人不让进。花衬衫脸一沉，摔烟头拿脚碾说兄弟，别给脸不要脸，老板发话今天必须进，你带也得带，不带也得带。旁边俩壮汉立刻围上，一人手摸向鼓囊囊的腰间，明显带了家伙。林野眼皮没抬，嘴唇微动，吹了声尖口哨。趴地的黑虎猛窜起来低吼，一口咬住花衬衫裤腿，狗牙磕在骨头上。花衬衫吓得一哆嗦，刚想踹狗，头顶吧嗒掉下一坨冷冰冰的东西。他抬头一看，魂都飞了，一条手腕粗的过山峰盘在门梁上直起身，颈部皮褶撑开，红杏子快舔到他鼻尖，那蛇眼死盯着，敢动一下毒牙就能咬穿脖子。花衬衫腿一软，裤裆传出骚臭味，直接吓尿了。另俩壮汉吓得连退几步，腿肚子直抖。林野扔下一个自滚，花衬衫吓得手脚并用，挣脱狗钻进车，一脚油门冒黑烟跑没影了。林野摆手，过山峰顺柱子爬回屋顶瓦片，黑虎重新趴下。下午，女军医苏清月穿迷彩服跳下吉普，拎着沉甸甸的黑包进院。苏清月说林野，你的装备批下来了。他把包扔石桌上拉开，里面是一套防割迷彩服、高腰战术靴、一把金刚开山刀，还有一把军用十字弩配钢头弩箭。苏清月说科考队申请加你抓到猎有功，上面特批的。苏清月看他，问真打算一个人进无人区？林野拿开山刀掂了掂分量正好，说外围摸透了，珍稀药材和偷猎残党全躲深处，我不去没人镇得住。他走到院后，竖着劈柴的大腿粗硬木桩前，半年系统强化加草药滋养，他身体早突破普通人极限。林野握紧刀柄，手臂肌肉瞬间绷紧，手腕猛发力，唰，刀光一闪，没听到沉闷劈砍，只有清脆裂音。大腿粗的硬木桩被一刀斜劈成2半，切口滑得像镜子。苏清月看直了眼，队里顶尖特种兵也做不到一刀劈断这硬木。林野说刀不错，把刀插回刀鞘，点头。吼！树冠传来低吼，黑斑影子从10几米高树杈跃下，稳落林野身边，是云豹闪电。他体型大了一圈，站起快到林野腰部，四肢粗壮像头小老虎，一碰林野他立刻收力爪，拿大脑袋蹭裤腿打呼噜。林野问闪电吃饱没？该干活了。林野拍他后背，云豹仰头对大山发出一声长吼，惊得后山鸟雀飞起一大片。林野回屋换上防割迷彩服、登战术靴，开山刀绑大腿外侧，十字弩背身后，腰带挂满解毒剂、急救包和干粮，穿戴整齐走出来。他透着股吓人狠劲，成了大山里最厉害的猎手。小丫跑来抱他腿问哥，你要进山了？林野蹲下揉他头发说哥进去转转过几天回，你在家听话不许乱跑。小丫脆声答应说知道了，哥你多抓几只野鸡回来炖汤。林野起身冲苏清月点头说观测站这几天麻烦多照看。苏清月说放心去吧。林野转身吹了声短哨，云豹窜出院子开路，黑虎留守大门，过山峰盘屋顶警戒。他迈大步走出村口，踏进那片原始雨林。